众所周知，虽然大雄有着很多的缺点，但最后他还是成功的和静香走到了一起。那你们知道静香和大雄结婚的秘密吗？话不多说，一起去看看吧。或许会让你跌破眼镜，也不一定哦。北风呼啸，树木凋零，恰似大雄此刻的心情。这天，他再次成功的和静香吵起了架。而这次的关键点落在了作业上。原来大雄总是会提出要和静香一起做作业，但又不怎么放在心上。喜欢偷懒的他总会抄静香的答案，长此以往便引来了静香的不满。毕竟大雄总是要长大的，偶尔也要自己做做吧。就这样，静香正式拒绝了大雄的请求，带着自己的2个小伙伴默默离开了，只留下大雄一人面对一片苍茫的世界。而丝毫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他，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漫天飞雪，也只能打了个喷嚏，踏上了回家的路途。好不容易到了家，大雄整个脑子都被问号攻陷了，也不知道这些小问号为啥会有这么多朋友，一呼朋一引伴，整个世界就沦陷了。言归正传，今天和静香的争吵让大雄不由得对自己已知的前途产生了一种微妙的错愕。自己将来真的会和静香结婚吗？不出意外的话，是的。哪怕大雄现在丝毫感觉不到这种气氛，哪怕哆啦 A 梦一直觉得不可思议，但命中已注定。明明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比大雄优秀的男孩子，优秀的静香最后也还是会嫁给大雄。但是为什么呢？大雄满脑子都是对于静香会嫁给自己的困惑，迫不及待的想要把原因弄清楚。好吧，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那么就让我哆啦 A 梦大发慈悲的帮你一把，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吧。面对着大雄真挚的困惑，哆啦 A 梦只得秉持着这样的信念，默默从口袋里拿出了时光电视。14年后的10月25日，大雄将会和静香订婚。所以要想知道原因，就得看看稍微前面一点点的事情。那个时候依然是个寒冷的冬天，其貌不扬的青年大雄鼻涕一吸一吸的赶去赴静香的约。面对静香，到底今天他还要不要去登雪山的干脆提问，迟到了的大雄却始终顾左右而言其他，一会儿说自己想去，一会儿又说自己不擅长陡坡，完全没有长进，气得静香只得放弃他，和自己的小伙伴踏上了登雪山的路途。看着时光电视里自己的一举一动，大雄顿时无地自容起来，这程度完全就是公开处刑啊！好在电视里的暴风雪突然登场，帮他顺利转移了视线，不然大雄尴尬的都要扣出3室2厅了。可是谁也没想到，意外来的竟然如此之快。就在大雄感慨着这么大的暴风雪完全不好登山，静香肯定也没去的时候，一个粉色的身影突然映入了他的眼帘。好巧不巧的是，当哆啦 A 梦把画面放大，他们俩直接陷入了震惊。静香和自己的同伴走散了，正艰难地行走在雪地中。而此时此刻，青年大雄正感冒发烧，卧床不起，这下该怎么办呢？满脑子都是静香的大雄突然想出个好主意，赶忙找哆啦 A 梦借起了时光包袱巾，摇身一变就有了14年后的模样。但不得不说的是，大雄这身衣服也太不合适了吧！突如其来的露脐装简直就是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啊！大雄也马上意识到了不对劲，赶忙换了身衣服，准备搭乘时光机前去拯救静香。一想到茫茫暴雪中自己的降临会让静香感动得热泪盈眶，大雄就浑身充满了力量，壮志直上了九霄。但这也太奇怪了吧！看着大雄自得其乐的奇怪样子，担心2字瞬间浮现在了哆啦 A 梦的脑子里。他连忙准备跟上大雄的步伐，万一可以救大雄于水火呢？但令他没想到的是，竟然直接遭到了大雄的拒绝。这次大雄决定要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拯救静香。说干就干，大雄约定好时间地点后，立马开启了自己崭新的旅程。厨师为洁身先死，扑通一声，他就狠狠摔在了雪地上。不过没关系，这丝毫不影响大雄的热情。他一边大声呼喊着静香的名字，一边挣扎着前行。不得不说，就这样还没遇见雪崩也是绝了，真是难得的主角光环啊！就这样，大雄历经千难万险，凭借一身正气，顶着狂风暴雪，好不容易找到了静香，成功走上了拖累他的道路。第一步，给静香减负。未果接过静香的行李后，大雄直接往后一仰，给整趴下了，不能放弃。第二步，解决迷路危机。大雄连忙从怀里掏出地图，是世界地图啊！真不愧是大雄的作风。还好静香携带了电子罗盘，继续上路。但大雄穿的也太少了吧，就一件风衣能顶多大事啊！注意到大雄的哆哆嗦嗦后，静香的火眼金睛顿时上了线，一眼就瞥见了远处的岩洞，准备带大雄去休息一会儿。可谁也没有想到，
两人刚走进岩洞，就被身穿时光腰带的哆啦 A 梦打了个措手不及。随着他的从天而降，大雄和静香直接被崩塌的白雪堵在了岩洞里。好在静香带了手电筒驱走以防黑暗，还捡到了不少柴火可以用来取暖。与此同时，为了不被冻死，大雄立刻开始了行动，毫不犹豫地躺下，抱着静香捡来的木柴，就是一波钻木取火。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就在自己疯狂摩擦却一点儿没见火星的时候，背后的静香悠悠地拿出了打火机。就这样。虽然中间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大雄和静香还是围着火堆取起了暖，为了一展自己的绅士风度，同时也出于自己对静香的关心。虽然依旧觉得寒冷，但大雄还是把自己的风衣脱了下来，披在了静香身上。感动的他直接就是一个机灵，原来大雄的衣服已经湿透了，没办法，看着前面这个瑟瑟发抖的男人，静香默默贡献出了自己的毛毯。但是少年人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的话，你就太稚嫩了。自觉受到静香很多帮助的大雄，连忙和他开始了一波分享关于自己带来的美食。但只可惜，随着静香一句不会光带了，必须要用开瓶器才能打开的罐头吧，大雄再次失败。不得不说，静香也太了解大雄了吧。他确实又没带开关器。看着沮丧的大雄，静香毫不在意的拿出自己的便携食物分给了他，听说是传说中那种只吃一粒就能饱的神奇食物哦。大雄还差点因此露了馅呢，毕竟14年前的他可没见过这玩意儿。好了，吃的问题成功解决，紧接着就是睡了。这次大雄是完全不 care 什么，直接放飞自我了，一把霸占静香的睡袋后就陷入了甜甜的梦乡。与此同时，优秀如静香却发现顺着积雪往上走有一个小开口，只要把那里稍微挖开，他和大雄就能出去了。于是第二天一早，静香便带着大雄成功从岩洞里逃了出来。而哪怕大雄明明非常小心的行走，还牵着静香的手不断叮嘱他注意脚下，但身为天之弃子的他还是不断的跌倒，十分狼狈，弄得最后只好换静香努力搀扶着扭了腰掉了眼镜的他艰难前行。最后静香好不容易才和自己的2个小伙伴重逢，可当他从山坡上滑下来的时候，大雄却因为哆啦 A 梦的出现失去了踪影。因此哪怕静香和伙伴们提起大雄也只是妄言，毕竟真正的青年大雄还因病躺在家里一动不能动呢。但谁也没想到，就在大雄和哆啦 A 梦回到家里，觉得自己把一切都搞砸了的时候，时光电视里青年大雄拖着自己残败的身躯艰难登场，哪怕自己再不舒服，他也想去拯救顶着暴风雪登山的静香。而看着他包里不小心洒落的罐头，静香忍不住微微一笑，他直接表示のび太さんと結婚するわ。因为他实在是害怕，如果没有自己在大雄身边陪着，大雄又会做出令人担心的事情。天啊噜，竟然还可以这样！就在大雄觉得青年时的自己为时事没出息，听见静香的话只会痛哭流涕的时候，窗外突然响起了这个时期静香的声音。原来他又来找大雄一起做作业了，哪怕大雄哪里有些不懂，他也愿意教。静香的话音一落，大雄便感动得热泪盈眶。话说大雄真是被静香拿捏得死死的啊！不过两人的 CP 也太好磕了吧，撒花！好了，本期问题你们就说羡慕不羡慕大雄吧，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咱们明天见。